将军只是随手将带血的纱布丢到瓶口，不料下一秒就飞到了现代女孩的头上，这让患有洁癖的她瞬间暴走，连忙拿起桌上的水壶一股脑的全部灌了进去。完事后却发现倒进去的水一滴也没有，于是不信邪的女孩直接打开水龙头往里灌。然而就是她这无意的举动，将拯救古代的10万百姓。古代将军和将士们此时已经被困数月，饿了好几天的他们已经准备把战马宰了充饥。就在这时，瓶子突然像涌泉一样往外喷水，众将士被这一幕激动坏了。天降甘霖，天不亡我战家军，一定是天赐圣水，这是个好兆头，咱们这一仗一定能打赢完的。随后将军就毫不犹豫地将水发给了城中百姓，对他们而言无疑是天降甘露。而另一边的女孩此时就惨了，物业打电话通知她用了100吨水。什么？100吨？再联系不要紧，物业就要报警了。女孩急忙将水龙头给关了，可让人意外的是瓶子里依然没有一滴水。于是女孩换了个思路，决定拿食物试一试，接着将隔夜的米饭放在了瓶口，果然刚放上去就消失。随后她又把所有的剩菜都丢了上去，结果和刚才一样。而古代的将士正饥饿难耐时，突然从花瓶里掉出1盒白米饭，众人简直不可思议。白米饭，你皇军给国家人吃得起的白米饭啊！现在连年灾害，连皇族也吃不上白米饭。士民连大米饭都可以赏赐给我们。肉，肉，是鸡肉，不，天生没有放弃战家军，又给肉又给米，饭还有肉。这太好了！就在这时，花瓶又开始不停地往外送食物。将军为了感谢神明，决定修书一封，祈求神明能够赐下更多的食物，帮助全城的百姓渡过难关。随后便将书信点燃，放进了瓶子里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就会出意外。女孩才刚收拾完将军丢过来的垃圾，就看见瓶子不停往外冒黑烟，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，甚至连自己最喜欢的地毯都被烫坏了。女孩这下真被气得不轻。为了报仇，不管3七21的将所有过期的食物全部塞进花瓶里。就是她的这一举动，让将士们激动得合不拢嘴。就连普通无比的泡面，在他们看来都是神明的恩赐，甚至咸菜都成了宝贝。然而仅靠这点食物根本解决不了10万百姓的温饱。于是将军再一次给女孩写去了书信。你又往我这儿吐垃圾了是不是？这是宝鸡词，我的花瓶竟然联动到了古代。大启初元3年，战家军镇守边关要塞，满族30万士兵，征兵围城死战，战士20万，战死之2万人，城中百姓20万，饿死无数，只剩8万人苟延残喘。什么？还有亲爹一子而食，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哥姐喂养孙女儿，惨，太惨了。原来我家花瓶吐出来的古代垃圾，是来自于大启初元3年。